俄罗斯作为缓冲区魔鬼，总人口只有1.4亿，却拥有比美国多1.82倍、比我国多1.78倍的领土，而我国总人口却有14个亿，地方大，人口密度小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特别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天然气。俄罗斯疯狂扩张的步伐，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呢？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俄罗斯为何一直在扩张领土的面纱。即便俄罗斯像朝鲜一样被美国全面封锁了，它也能做到自给自足，甚至被欧洲国家求着开放。然而，一不缺资源，二不缺人才的俄罗斯始终发展不起来。问题就在于国土面积75%在亚洲，资源总储量80%在亚洲，留在欧洲的只有俄罗斯所谓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身处亚洲却不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，转头投靠欧洲，却又被各种排斥、孤立，自我矛盾铸就了如今的俄罗斯。在自我挣扎中，俄罗斯人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：与其等待别人接受自己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于是，俄罗斯人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后，成立了莫斯科大公国。被压制已久的战斗民族血脉苏醒，在伊凡4世的带领下，开始了疯狂的扩张之路。那么，俄罗斯做了些什么呢？俄罗斯为啥一直在扩张？有比美国多1.8倍的领土，那还要那么多干什么？在亚洲大陆都不受待见的俄罗斯，只有不断的扩张，才能占据其他国家的关键交通路线，让自己占据主动权。于是，花费了300多年的时间，掌握了亚洲大陆42%的领土。苏联诞生后，更是拥有了世界上1/6世界陆地面积。当初的莫斯科大公国统一了东欧平原，灭掉了西伯利亚汗国，建立了北亚第一个城市雅库茨克，而后一路向西扩张，接着又把领土推到了里海高加索地区。一向嚣张的波兰、瑞典、车臣等都被俄罗斯一巴掌打怕了。俄罗斯的崛起让西方列强的心态也有点不平衡了，时不时去骚扰俄罗斯。要不是有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一路干掉了奥斯曼帝国，从土耳其手上抢走了克里米亚，又灭掉了波兰，把附近的欧洲国家欺负了个遍，又转头向东扩张，拥有了战略纵深的主动权，俄罗斯早没了。于是趁着战乱大老远，越过白令海峡，拿下了北美的阿拉斯加，让老美掏钱才还了回去，还顺势收割中亚地区。要不是当时的俄罗斯输给了日本，向东扩张的步伐不会就此停下来。如今日俄还在为北方四岛起争执呢。疯狂建立缓冲区的俄罗斯为何停不下扩张的脚步？俄罗斯人一开始搞扩张，就是为了拥有从东到西的全面缓冲区，谁都别想欺负到俄罗斯头上来。以至于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依旧拥有1709.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。2次车臣之战让他又一次占据了高加索要塞，知道乌克兰是自己的天然屏障，就极力和乌东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搞好关系，顺便把送出去的克里米亚拿了回来。俄罗斯停不下来扩张的脚步，一是地处亚欧两大陆的地理位置决定的，二是东边人口稀少，资源丰富。俄罗斯所处的位置极其不安全不稳定，不建立缓冲区，只有被欧美反过来欺负的份儿。三是俄罗斯人身为东斯拉夫人的后代，骨子里就爱好扩张，性格十分强悍勇猛，而且灵魂是躁动不安的。四是从沙皇到苏联，俄罗斯都拥有超高地位，能与美国一较高下。在美国在全世界称霸的时候，俄罗斯难免不了靠领土扩张维护自己的大国形象。如今的老美把手伸进欧洲，却伸不到俄罗斯，就是因为扩张而来的全面缓冲区。其实现在的俄罗斯在普京的统治下，想要继续扩张，但经济条件不允许了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